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？你那引以为傲的逻辑能力，不仅没在帮你赚钱，反而正是你亏钱的原因。这件事听起来很反直觉，聪明明明是优势，怎么到了投资市场变成了陷阱？在《金钱心理学》这本书里，讲了一个清洁工李德与华尔街高管的故事。清洁工罗纳德·李德是一名普通的加油站服务员兼加油站清洁工，生活在小镇，拿着微薄的底层工资，开二手车，穿着旧衣服，过着非常朴素的日子。他一生极其节俭，将省下来的钱长期投资于优质的蓝筹股，并几十年如一日的持有，任其复利增长，从不盲目交易。2014年，他以92岁高龄去世时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个老清洁工留下了高达800多万美元，约合数千万元人民币的遗产。他将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。华尔街高管理查德·福斯康毕业于哈佛大学，曾任美林证券的高管。他懂得极其复杂的金融模型，被誉为金融界的行业精英。40多岁就提早退休享乐。他积累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，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，例如建造拥有11个卫生间、2个泳池和7个车库的超级豪宅。为了支持极度膨胀的欲望和奢华生活，他借用了巨额杠杆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高额的负债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彻底摧毁了他。最终，他被迫宣告破产，豪宅也被法院低价拍卖，名下几乎一无所有。为什么非专业人员能在专业人员的专业领域打败他们？难道聪明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劣势吗？这其中都有什么陷阱？首先，我们分析一下聪明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。他们擅长模式识别，从一堆混乱的信息中找到规律；擅长建立模型，用简化的公式或者框架解释复杂世界。他们擅长寻找最优方案、优化方案。事实上，人类文明就是靠这种能力建立起来的。科学、工程、商业，本质上都是不断优化的过程。但市场不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。物理学和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——拉普拉斯怪兽。1814年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，如果有一个人知道某一刻宇宙中所有原子的位置和动量，他就能用牛顿力学推演出宇宙的过去与未来。这个假设构成了现代算力至上主义的底层信仰。很多高智商人才，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投资人，潜意识里都相信，世界是一台巨大的机械，只要我的数据足够多，算力足够强，就能预测市场。历史上有一个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，1994年成立，有着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前美联储副主席、所罗门的王牌交易员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数学模型足够准确，他们就能永远赚钱。1998年，俄罗斯宣布债务违约，市场出现了模型预测千年难遇的黑天鹅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几个月内亏掉了46亿美元，头寸大到足以拖垮整个金融系统。最终，华尔街不得不在美联储协调下联合救助。一群地球上最聪明的人，用最精密的数学工具，展示了一个聪明人最容易掉入的陷阱。这是因为金融市场有一个特殊的问题，即观察者本身就是参与者。这里需要引出一个概念：反身性。反身性的意思是，你的预测会影响你观察的系统。当你算出一个最优策略并投入真金白银的那一刻，你本身就成了市场的一部分。你的买入改变了价格，价格的改变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判断，他们的反应又反过来要求你修正你的模型。这是一个无限递归的反馈循环，不是一台可以拆开来完整分析的机器。你想要预测未来时，你的预测本身就已经改变了未来。巴菲特、约翰伯格、彼得林奇都出现过相似的表述：不要试图预测市场。这个游戏的规则本身就不允许一个全知全能的玩家出现。而聪明人的第一个陷阱就是试图完美预测市场。在金钱心理学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你的个人经历可能只占到全世界所有事情中的0.00000001%，
但它可能占据了你理解世界方式的80%。每个人自己的完美预测，实际仅看到了市场的一个角落。即使出现了完美的模型，人也是有限理性的，很少人能够正确执行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、健康饮食对身体好，但有几个人做到了？大家都是部分理性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720年南海泡沫，牛顿先是赚了一笔，清仓离场，但看着周围所有人都在疯狂赚钱，他又在高位杀了回去，最终赔掉相当于今天几百万英镑的财富。事后他说，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，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。一个完美的数学模型，如果在盈利前需要经历巨幅下跌，你能不能承受得住？模型没有压力，没有社交，没有失眠，而大部分人在谷底的时候就因为情绪崩溃退场了，根本等不到终点。计算忽略了难以量化的人类痛苦，这就是有限理性。你的大脑知道该怎么做，但你做不到。为什么这对于聪明人来说是陷阱？因为他们更理性，也更擅长事后解释自己的行为。普通人亏钱了，可能自认倒霉就算了，而聪明人因为总能从杂乱中找到规律，第一时间尝试寻找自己逻辑中是不是存在漏洞，是不是没有考虑到某个变量，他们总有办法找到理由说服自己，并不断强化自己的信念。实际上仅仅需要承认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，但这对于聪明人来说已经足够的困难。现实世界的问题很少像数学题那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。投资中，收益和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你要更高收益，就必须承受更大的波动；你要绝对安全，就得接受收益被通胀慢慢侵蚀。这两个目标永远相互冲突，不存在一个能同时把收益拉到最高，把风险压到最低的最优解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·西蒙给这种情况起过一个名字，叫满意解。意思是，你不是在寻找完美的答案，而是在找一个足够好的答案，一个能让你晚上睡得着，跌的时候扛得住，长期坚持不放弃的方案。这不是退而求其次，这是在承认一个事实：当多个目标相互矛盾的时候，你要的不是最好，而是最能持续。投资如此，人生中的自由与稳定也是如此。哪些寻找最优解的人不愿承认，现实世界只提供满意解？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越聪明的人有时候越容易投资失败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过去成功的方法无法解决一个不遵守过去规则的问题。在复杂系统里，精确的建模可能成为最大的认知陷阱。